死死盯住美国最恐惧的部位，进行强力反击。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十问美国。拜登上台后对中国打出了系列的组合拳，拜登的出拳可谓比奥巴马更狠，比特朗普更毒更阴。拜登发出的誓言是在他的任内绝不允许中国超越美国，但我们从拜登的这些话里，以及拜登针对中国采取的一系列狠招阴招，反而看出了美国内心的焦虑和恐慌。拜登眼下最大的恐慌是新冠病毒的溯源。随着世卫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的病毒研究机构的研究与溯源，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早就从中国转向了美国。随着拜登上任，开始掌握国家最高机密，他对新冠病毒的源头心知肚明。可以想见，他们内心不仅仅是焦虑的问题，更大的是极大的恐慌。一旦新冠病毒溯源的总体结论最终指向美国，那么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此一轮下来，美国就彻底完蛋了，霸主地位将很快崩盘。既然美国决心要对抗中国到底，决心要把中国打垮，那么我们只能迎战，真的把美国给它超越了，否则就只能让美国如愿。对此，我们应该怎样迎战呢？首先是不能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那样他就把我们带偏了，总是让我们处于被动地位。我的看法是专挑美国的痛处打。当前目标是新冠病毒的溯源，我们把这个堡垒攻下来，就能加速美国崩盘的速度，超越美国就容易得多了。所以中国在反击美国的方面，当前一个很好的打法就是紧紧盯着新冠病毒的源头，通过外交新闻发布会、联合国大会、驻各国大使馆全面地向美国提出10问。一问美国为什么要突然关闭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基地？面对广泛的质疑，美国为什么至今装聋作哑，绝不回应？二问美国为什么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基地关闭之前，马里兰州爆发了那么多的不明的肺炎病例？为什么随后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所谓的超强流感？所谓的超强流感到底是真的流感还是新冠肺炎？与此同时，美国为什么爆发了事后证明与新冠肺炎的病症几乎一模一样的电子肺炎？电子肺炎是否真实存在？三问美国为什么每年冬天都要爆发强流感，感染人数总是要超过1000万人，死亡人数上万人，但为什么在全美爆发新冠肺炎的疫情之后，美国再也没有电子肺炎和超强流感的报道了？四问美国为什么美国派来参加在中国武汉举行的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军人里，有5个官兵出现了发热病症？一般的发热病症中国完全可以治疗，甚至埃博拉也行，但为什么美国要派遣专机提前把他们送回美国？这5个人现在在哪里？他们情况如何？五问美国为什么中国爆发新冠疫情是在武汉召开的世界军人运动会之后？特朗普总统说新冠病毒对美国威胁不大，不必紧张和恐慌，但为什么美国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反应速度最快的国家，第一家从中国的武汉撤离领事馆的人员，第一家中断武汉到美国的航班？六问美国为什么在全世界的病毒学家们都还不了解新冠病毒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却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新冠病毒？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医学机构都没有任何研究结论的情况下，为什么特朗普反复强调新冠病毒的源头来自于中国武汉？这是不是为了推卸美国的责任，试图嫁祸给中国？七问美国为什么白宫宣布特朗普总统感染了新冠病毒以后，仅仅2天就宣布治疗痊愈，还宣布瑞德西韦是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八问美国为什么在新冠病毒刚刚公开爆发不久，美国就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偏袒中国，然后急匆匆地宣布退出世卫组织？是不是为了逃避世卫组织前往美国进行病毒溯源的调查？是不是担心病毒的源头来自于美国的真相被曝光？9问美国为什么至今美国感染总数和死亡总数都是世界第一，
如果病毒来自于中国，那么中国应该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但为什么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至今却只有美国高发期内一天1/3人数的累计确诊？试问美国，拜登上任之后，为什么马上宣布美国重返世卫组织，然后要求世卫组织再次对中国进行溯源调查，却坚决拒绝世卫组织进入美国进行溯源调查？拜登总统为什么撇开专业的机构，下令对病毒根本不懂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进行溯源调查？美国是不是想故伎重演，用洗衣粉嫁祸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发动战争一样的招数，捏造新冠病毒的毒源在中国，联合其他国家发动针对中国的战争？好了，我想如果我们这样向全世界广泛发出对美国的这10问，效果将会如何？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下次再见。